有件事你明知道做了会毁掉自己一生的前程，但你认为它是对的，你做不做？半个世纪前，真有一个人被这道选择题逼到了面前。他要付的代价不是丢饭碗，不是挨几句骂，是亲手葬送他刚刚到手的美国总统宝座。身边人几乎是求着他千万别干傻事，但他偏要这么做。这个决定在当时几乎把他彻底毁掉，30年后却被称作他一生中最勇敢的一件事。这个人叫杰拉尔德·福特。1948年，密歇根州大急流城，35岁的福特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律师。这一年，他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极不明智的决定，去竞选国会议员。美国国会分2院，福特要选的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1个议员代表1个选区，任期2年。2年意味着这是全美国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份铁饭碗。你刚把办公室门牌号记熟，就得赶回选区求选民把你重新雇一遍。而福特要挑战的是共和党的现任议员巴特尔·杨克曼。此人已经把这个席位做了将近10年，是国会里资历深厚的孤立主义大佬。孤立主义的核心思想只有一句：外面的世界再大，也跟美国无关。真正离谱的是这场选举的规则。在美国，候选人必须先赢下党内初选，才有资格代表本党出战大选。而大急流城是共和党雷打不动的铁票仓，在这里赢下共和党初选和当选，基本可以划等号。至于11月那场举国瞩目的大选，对本地的民主党人来说，更像是一场需要盛装出席的礼节性失败。也就是说，福特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民主党，而是自己阵营里这位做了快10年的老前辈。而在当时，挑战一位连任近10年的现任议员，几乎等同于以卵击石。福特决定试试，他没有名气，没有金主，没有人脉，只有一样东西，2条腿。那个夏天，天不亮他就守在工厂门口，跟下夜班的工人一个个握手。中午赶社区午餐会、教会活动，周末开车下乡，一个农场一个农场的敲门。竞选时，他跟一帮农民打了个赌，赌注是牛奶。等他赢了选举，就去帮这家农户挤牛奶。9月初选开票，全城傻眼，福特获得了6成以上的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把盘踞10年的地头蛇给选赢了。从此，福特走上了25年的国会生涯。当上议员后的福特，第一时间就是遵守承诺，去到之前的农户家，帮他们挤了2个星期的牛奶。1949年1月，他带着妻子贝蒂正式去了华盛顿。1949到1973，福特在众议院一坐就是25年，这25年足够一个政治新人熬成满头白发的元老。可要论政绩，福特的简历干净的有点尴尬，干净到你几乎找不出一部能跟他名字挂上钩的著名法律。纽约时报后来给他的盖棺定论不客气，却很准。他把自己当成一个谈判者，一个和事佬，而记录显示，他这一辈子一部重要的法律都没亲手写过。那他25年都在忙什么？当选才2年，福特就挤进了众议院最有实权的地方之一——拨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管一件事，就是联邦政府的每一分钱往哪儿花。这笔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每一个美国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工人扣的税，农民缴的税，千千万万张工资单上代扣那一栏里，一块一块攒出来的。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在美国，围绕这笔钱就有一条近乎信仰的铁律：这钱到底花到哪去了？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必须摊在阳光底下，清清楚楚，谁都能查。这套规矩较真到什么地步？政府每年的预算是公开的，每一笔大钱拨给了谁，办成了什么事，要记录在案，摆上听证会，当众接受质询。还专门养着独立的审计机构，成天就干一件事，盯着政府，看有没有哪一分钱被乱花、被挪用、被悄悄塞进了谁的口袋。当别人在台上慷慨陈词，争抢镜头时，福特埋头钻进国防预算的账本里，一钻10几年，钻成了整个国会里最熟悉政府这台机器内部管线的人之一。这种活不上镜，却谁也离不开。而这种不声不响的实在，在那个崇拜口才与镜头的华盛顿，换来的不是掌声，是嘲笑。嘲笑他的人里，级别最高的一位是总统林登·约翰逊。这位以毒舌闻名的德州人给福特送过一句流传至今的评语：福特这家伙蠢到没法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25年下来，福特攒下的不是法律，是一样更难得的东西，一个谁也挑不出毛病的名声。他嘴笨不抢戏，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不分哪个党派，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他干过一件不老实的事。也正因为他踏实人缘好，他一路爬到了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头把交椅，少数党领袖，也就是在野党在众议院的总指挥。可坐上少数党领袖，福特也就到顶了。因为众议院真正的一把手是议长，而议长只能由多数党出。福特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当议长，可只要共和党还是少数党，这个梦就永远隔着一层打不破的玻璃。他追了10年，也眼睁睁空了10年。最后他和贝蒂约定，1974年最后再为多数党拼一把，要是还不成就退休回家。但命运有时候是很巧妙的，福特真的就有当总统的命。令他当上总统的机缘巧合叫做水门事件。1972年大选期间，有人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被当场抓获。而这个办公室所在的大厦就叫水门大厦。顺着线索查下去，这桩看似普通的盗窃案竟一路烧向了总统尼克松本人，以及他事后那套遮遮掩掩的掩盖。整个尼克松政府正坐在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上。更要命的是，这是对尼克松本来毫无必要，
5个月后的大选，他赢得堪称史诗级，全美50个州他拿下了49个，本可以毫无悬念的连任，可他偏偏不放心，非要去对手家里装窃听器，结果直接玩了个大的。但真正葬送尼克松政治生命的，从来不是这桩盗窃案本身，而是他事后那套欲描欲飞的掩盖。落网的5个人顺着线索，很快查到了尼克松竞选团队头上那几个窃贼身上的现金，一笔笔都能追回总统的竞选金库。眼看火烧到自己，尼克松使出了总统能使的最高招数。第一招，封口费，给落网的窃贼塞钱，让他们闭嘴。第二招，也是最致命的一招，他想出动中情局去给联邦调查局施压，谎称此案牵扯国家安全，逼 FBI 停止追查。把这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总统亲自指挥国家的一个特务机构去掐死国家另一个执法机构的调查。这招美其名曰叫妨碍司法。对外，他则一遍遍把胸脯拍得震天响。我不是骗子，我老实得很。一看我这个样子就不会撒谎，爱你哦。由于尼克松想日后写回忆录，他说想让本届政府成为记录最完整的政府。于是他在1971年在自己办公室里安装了一整套声控录音系统，把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通通录了下来，前后录了足足3700个小时。这事极其隐秘，几乎无人知晓，直到一名白宫助手在听证会上把它抖了出来，举国哗然。围绕这些录音带，一场漫长的夺代大战打响。尼克松死死攥着不放，搬出行政特权当挡箭牌，期间还闹了个天大的笑话，交出的一盘关键录音里，凭空出现了一段长达18分半钟的空白。白宫的官方解释是，总统的秘书一边接电话，一边不小心按错了键，还全程踩着踏板，这才误删了。这套需要手脚并用、堪比杂技的高难度动作，全美国民众没几个人信。尼克松拒绝交出录音带，其实并非毫无道理。总统和幕僚讨论国家大事，总不能每说一句话都担心第二天登上报纸头版，否则白宫会议很快就会退化成一种特殊表演，所有人都在发言，但所有人都在说漂亮话。但问题在于行政保密权有没有边界？尼克松认为总统有权不交，国会认为调查必须继续，特别检察官认为这是证据。官司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理由就是总统也是人，也会犯错，所以最高法院有权对他审查。1974年8月5日，白宫公布了一段关键录音。录音显示，早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尼克松就参与讨论如何利用中央情报局阻止联邦调查局继续追查。此前，很多共和党议员还在替尼克松辩护，我们伟大的尼克松绝对不会干这种猥琐的事情，结果他就真的干了。于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3项弹劾条款，弹劾尼克松妨碍司法、滥用总统权力、拒绝服从国会传票。1974年8月8日，尼克松直接宣布辞职，8月9日中午辞职，正式生效。尼克松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辞职的总统。临走前，尼克松说了这么一段话：许多国家，甚至一些比美国小得多的国家，他们的领导人住所都比白宫大得多。他们有许多建筑，收藏着价值连城的绘画和艺术品，非常的富丽堂皇。而白宫没有那些东西，而且在美国拥有1000年后甚至更加悠久的历史，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拥有。但我仍然相信，白宫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它的珍贵不在于有多少房间，不在于面积有多大，不在于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也不在于墙上挂着多少名贵艺术品，而是在这里工作与服务的人。过去5年半，我至少可以为一点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加入本届政府后离开时比来时拥有更多个人财富，没有任何人利用公共职务侵吞公款，或者借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件事足以说明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犯过错误，但都不是为个人利益而行动。后面他说了很多，又说到了他母亲，眼含泪水的把这段告别说完。而尼克松离开后，顺位接班的自然就是彼时的副总统福特。福特成为总统以后，桌上最急的文件是怎么处理尼克松问题。总统辞职只解决了政治问题，尼克松不再掌握权力，不再住在白宫，但无法继续阻止国会调查。水门事件涉及妨碍司法、滥用权力和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尼克松虽然辞去了总统职务，却并没有自动获得司法豁免。美国媒体开始追问尼克松会不会被起诉，会不会接受审判，会不会入狱，福特会不会赦免他。这些问题像每天准时上班的记者一样，堵在白宫门口，赶都赶不走。福特刚上任时没有立即给出明确答案。福特刚接手国家，经济在衰退，物价在上涨，越南局势还在恶化。如果尼克松被起诉，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前总统。福特认为，光是等待一场相对公平的审判，可能就需要1年甚至更久。在这1年里，录音带、证人、庭审和尼克松会继续占据新闻头条。福特虽然坐进了总统办公室，整个国家的注意力却还留在上一任总统身上。但如果直接赦免，问题更大。如果福特再出手赦免尼克松，整个过程看起来就会非常像你把位置交给我，我把法律风险替你清掉。尤其是刚经历水门事件之后，公众对白宫的信任几乎荡然无存。8月28日，他举行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记者围绕尼克松会不会被起诉，会不会获得赦免连续发问。福特很快发现，只要尼克松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每一次讨论经济、外交和政府工作，最后都会被记者重新拉回水门事件。
于是他让白宫法律顾问菲尔布肯秘密研究总统赦免权，也请律师本顿贝克尔查找历史先例，并征求亚历山大黑格、基辛格等人的意见。到了1974年9月8日上午，他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向全国宣布给予尼克松完全自由和绝对的赦免。福特给出的理由也很明确，他认为尼克松已经付出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代价，失去总统职位，声誉彻底崩塌，家庭也承受巨大压力。如果再进行一场漫长审判，国家好不容易恢复的一点平静可能再次被撕开。他说这场美国悲剧可以无休止的继续下去，也可以由一个人替他写下结尾。消息公布当天，福特的新闻秘书杰拉尔德特·霍斯特表示辞职。他认为在良心上无法支持这个决定。福特以为赦免令一签，水门事件就能慢慢退出新闻头条，结果第二天醒来，新闻是更大条。美国民众纷纷指责他与尼克松一定有私下勾结，而福特坚决否认存在任何交易。福特刚上台时支持率高达 71%， 赦免之后很快跌到 50%， 到了1975年初一度只剩 37%。 为了证明没有幕后交易，福特后来甚至亲自到国会作证。福特结束了尼克松可能面对的审判，而代价是从这一天起，他自己的总统任期也一直活在尼克松的阴影里。在福特看来，尼克松已经失去总统职位，声誉也彻底崩塌。如果再进行一场持续数年的审判，美国的发展将继续被水门事件拖住。下一期我们再一同了解福特就任期间所要面临的美国自二战后最糟糕的局面：高通胀加高失业。